开年刊的策划一定得厉害点，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去哪儿拍？拍什么？怎么拍啊？拍谁呀蜜，蜜，杨幂。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好了，各位，开年刊为什么拍杨幂，我们应该要跟大家说清楚。我觉得蜜很合适啊，新官宣的 Prada 代言人，时尚圈最爱看的爽文女主，穿 Prada 的女王真的来了。营销感太重。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在流行，一直是 icon。我的这个手机桌面是杨幂，这个手机桌面也是杨幂，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蜜姐自洽自得的中女形象吗？正好2026年九紫离火，中女大运。我们不是玄学杂志。 Rocco， 只有我懂你的小巧思。明年是马年，我们拍蜜姐，你是想给读者展示一个密码锁，是不是？我希望这次杨幂的拍摄地点是一个专门属于她的地方，她可能去过，也可能没去过，但只要杨幂站在那里，那里就属于她了。这么抽象啊？叫地主？不叫。理论上是可以的。杨幂自出道以来几十年间持续保持流行状态，可以被看作一个在局部范围内维持低商状态的系统。在宏观热力学熵增的约束下，这种局部熵调控使它的存在态于时间维度上表现出非线性延展。换句话说，它就像是在时间中局部穿越。穿越？去哪儿？那就先从他去过的地方开始吧。咋给我整这儿来？回来吧，晴川。如果杨幂能穿越回她小时候的北京，再做一些老北京会做的事儿。穿越，也未必都是往以前的时代穿呀。时代。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如果是穿越到一部经典的新浪潮电影里，可是这个电影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女人，还需要一个男主角。有无兴趣挑战一部男性题材电影？能不能穿越到一个数学课堂上？一个树，自成若干次的形式，叫做幂。大家把思维再打开一点。思维打开，我们去太空拍。这出差申请是填国内差旅还是国外差旅啊？这来回机票公司能报销吗？我查了一下，目前市面上太空旅行大概是2800万一人。我们精简一下人员安排，摄影师团队3人，视频团队3人，艺人团队加上妆发造型5人，那778加起来的总费用大概在3亿9200万左右。哦，美金。哎，你是不是也想去来着？咱们现实一点好吗？现实也有现实的拍法啦。明年是马年，那不然我们就拍杨幂跟马。一定有1万张其他家的杂志封面全都是马。那我们就拍杨幂和很多马。能不能有点创意啊？不如我们拍杨幂和恐龙，很多恐龙。不如和马龙。下次不要在台本里写这么多自以为很幽默的梗了。
没有人会笑的。哎，我给杨幂打个电话吧。喂，蜜，问你个事儿啊，这次的封面你想在哪里拍啊？我在海边呢，这很漂亮，很暖和，你们一块过来吧。哦，来吧，拍拍。然后呢？ Hello，哎，你好。有一只狗狗来客串我们的Hi，Hello。访问。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很新的采访形式，因为你过去其实接受了很多的采访，我不知道过去你的一些回答，你是否还记得？那是多少年前的采访？很多年前。完蛋了，让时间见证我是一个多么善变的人。我觉得善变它是一个中性词吧，看到这些变化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很有趣，很有趣。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你觉得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早睡早起吧。我觉得我最大的特点还是勤奋和努力，不怕吃苦。天哪，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因为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我发现说努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总有人能做到，为什么你没做到？所以那就还是不够努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如果忙到没有时间睡觉，是不是说明他爆红了？说明处理时间的能力还不够，以及。 想太多，爆不爆红我真的不知道，命挺苦的，蛮可爱的。睡觉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其实也给自己立了一个新年的一个早睡早起吗？旁边这位先生刚刚已经在我化妆的时候上来跟我提了一个 idea， 所有的晚宴，就我们都改到早上。我说可以。 我们就把地点定在朝阳公园，前是晚宴，然后是西餐牛排，以后是煎蛋啊、豆腐脑啊，什么一些各种地方特色的。对，我们提倡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吧，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穿越的话，你要带一样东西，你会带什么呢？一定要带上我的阅历。如果你是变成一个白板，穿回到18岁，或者穿回到你这些苦还是要再受一遍。 穿越回来的机器吧，因为我觉得古代可能没有电话、没有微博，什么都不方便。哎，我当时的答案还蛮好的，因为现在很多那种重生文嘛。你是拍穿越的蛮早拍过，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带什么回去不如带脑子回去。待1、2天就回来，还是当下最重要。我现在又觉得说，如果待1天再回来，会不会有蝴蝶效应？你会踏踏实实的回去待1天吗？不会。 您会搞事情，回去都回去了，还不开个挂？你发过很多条微博，如果可以选择删掉1条，你会删掉哪1条？那就删掉第1条吧。就我来啦，对对对，谁关注一下我之类的。对，我1条都不舍得删，我也是，那都是我的来时路。你的微信签名是什么 ？Go。你当时的回答是得失从缘。 心无增减，自以为自己想清楚了很多事情，所以就故作深沉。后来发现做不到，就觉得说不管了，往前冲就对了，流冲就对了。谢谢。Let's go， 就是 go。没想到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在了你的微信签名。微信签名，冲就对了 ，go。你觉得你是一个6边形的战士吗？哪6边呀？ 我虽然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我本能的不喜欢6边形，很有棱角，然后下楼会不方便。首先6边形挺硌的，就是它下楼梯也不方便，有棱角的东西很容易受伤。哎，我说了一样的话，对，我觉得人要有个性才是人嘛，才是立体的。新婚快乐哦！那边拍婚纱照的，可以描述一下你的一个幸福时刻吗？大概就是今天吧。健康的活着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陪陪家里人，然后睡上一个自然醒的觉。对，你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可以踩到沙滩上，可以闻到潮湿的空气，可以跟一个陌生人打一个友好的招呼。可以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遇到就是一件，相遇就是上签吧。好，我有一些新问题。你在大家眼中是一个气很足的人，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什么东西很足？气很足。气很足。气，就是 vibe。哎，你看又一个拍婚纱的。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所谓的高精力人群，是这个意思吗？算是。不太会丧，不太会就是类似于负能量。
很丧的时候一定也有，但是就会找一个最 close 的人啊聊一下，然后你有很多这样子的，你可以不多不多，非常少。这个情绪一定要发泄出来，如果憋在心里就把它哭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什么能让你感到兴奋的工作吗？还是没尝试过的吧，或者说是更当下的一些。我们这个年纪了，说。你的白眼翻得蛮好的。我们这个年纪是不是就该关注点我们这个年纪该关注的事情？并不是。我不同意，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你还是很好奇，因为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是不一样的，你也很想知道现在10几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什么，他们是怎么长大的，他们是怎么玩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可能对我们小的时候怎么玩的也有兴趣吧，包括我们前2天吃饭的时候在聊的一个童年时候的空竹啊，拔根儿。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玩过拔根儿这个游戏？大家还有人知道空竹是什么东西吗？那我想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2026年你就要40岁了。2026年你就要40岁了。哎，你觉得你是货还是不惑？货还是不惑？还是有很多的货，但是就人生不用把它框死。就可能这些货我到50岁到60岁也还是会有，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反正我们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玩，就健康的、开心的，保持好奇，保持对于世界的探知，然后想要去了解更多，够就对了。Let's go，Let's go， 谢谢，谢谢，拜拜。好了，还有很多问题没问耶。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幂。今天呢，我在这儿拍 Vogue 封面，这个包里有很多好东西，应该可以帮上忙。一阵风，一阵海浪，几匹马。光是这样还不够，光是这样就够了。你看那边有拍婚纱照，这是婚纱照吗？新婚快乐！刚才是涨潮水，刚一下把我整个身全湿了。对啊，我也是一下淹到了，都淹到小腿。放心，洒洒吧。你看那边很多贝壳，很多啊，地上我一会儿也可以捡。当然，由于我现在裙子太长，它表面上都不是很完整。像是那种被腐蚀过的那种感觉，很多年没有动过了。哎，对，那也没出声啊。不会出。好吃吗？沉默了。东西是谁发掘的呢？可火了，他推荐。
好的。没吃明白。没加入你们的时尚。这个我，但是应该是这个。是包接的。来，这，嘿嘿，我不知道。这是啥呀？这是啥呀？来吧，看谁结束。恭喜我们进入一个死循环喽！翻花绳有玩过吗？这还能弄团五角星的怎么弄？你来教教姐，姐姐不会吗？姐姐，什么都不懂。再前不忘会被撞到地上，赢了再前不忘。就想在说我这么不淑女的事情。